约翰福音20章24到31节讲述了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门徒多马，他的故事成为怀疑的代名词。复活的耶稣已经向门徒显现，但多马那时不在场。当其他门徒告诉他，我们已经见到主了，多马却说，除非我亲眼看见他的钉痕，亲手摸过，否则我不信。8天后，耶稣再次来到门徒当中，特别对多马说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摸我的伤痕，不要怀疑，只要相信。多马惊讶地回应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告诉他，你因为看见才信，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这也是对我们的鼓励，信心不仅仅是依靠眼见，而是出于对耶稣的信任。俊伟是个典型的理性派，他从小就相信科学，数学和逻辑思考是他生活的依据。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听起来不合理的事，尤其是当妈妈跟他说，神会为你开道路。妈妈，你说神会带领我们，结果呢？俊伟看着家里的财务状况，冷笑道，我们祷告这么久，爸的事业还是没起色，还不是要靠自己努力。妈妈叹了口气，轻轻摸他的头，孩子，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，他一直在我们身边。呵呵，等我真的亲眼看见神迹再说吧。俊伟摇摇头，内心不以为然。俊伟最大的梦想是考上最顶尖的大学，成为一名工程师。他努力读书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甚至已经做好未来几年的规划。然而，在高三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公司突然倒闭，家里的经济陷入困境，学费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。原本计划要报名的补习班，也因为家里的开销问题被迫取消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俊伟握紧拳头，他已经计算好了一切，却完全没想到现实给了他这么沉重的一击。他开始彻底失眠，对未来感到恐惧，甚至对神更加不信任。如果神真的存在，为什么他不帮我？还不是得靠自己。有一天，俊伟无意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看到了一个全额奖学金计划。这机会简直太好了，但也太难了吧？俊伟犹豫了。这个奖学金不仅要成绩优秀，还需要推荐信。他想到自己向来对信仰不屑一顾，学校的基督徒老师可能不会帮他写推荐信吧。他咬牙试了一次，去找那位老师。老师，你愿意帮我写推荐信吗？老师微笑着说，当然可以啊，俊伟，我一直相信你会有美好的未来。俊伟有点意外地问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神对你有计划啊。俊伟苦笑，我还是不太信这种话。老师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关系，神信你就好。几个月后，俊伟收到了一封来自奖学金委员会的信，他紧张地拆开，读到里面的文字时，他愣住了。
恭喜你获得全额奖学金，我们期待你加入我们的学校。”这不可能！俊伟的眼眶湿了。这时候，他脑中突然浮现出那句话：“没关系，神信你就好。”他终于明白，原来在他怀疑的时候，神早已在为他预备最好的道路。他忍不住低声祷告：“神啊，原来你真的在这里。”这一天，他的信仰开始从理性走向真实的信任。多马曾经说：“我一定要看见才相信。”但耶稣告诉他，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是不是也像多马一样，需要亲眼看见，才能相信神的作为呢？当我们觉得神沉默时，他其实已经在预备我们的未来。当我们怀疑神的带领，他其实比我们更信任我们自己。当我们觉得一切都失败了，神却已经安排了我们意想不到的转机。我们的信仰旅程就像多马一样，或许有时会陷入怀疑，但当我们选择信靠耶稣，他会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新的可能。不要怀疑，只要信。愿你在信仰的路上勇敢地跨出那一步，经历神奇妙的恩典。